这个萝莉是吸血鬼对策课的精英，以史上最年轻之姿跳级入队，并一口气晋升为副队长，在战斗方面无出其右，可谓是王牌中的王牌。而如此强大的人才，却对一只一天能死几十次的杂鱼吸血鬼讳莫如深。德拉克可是活了200多年的高等吸血鬼，他与罗纳德的战斗最后失去了城堡，之后却反过来获得了对方的信任。厨师认为德拉克绝对隐藏了自己的真面目，于是强烈要求让他去监视德拉克。厨师蹲守在了罗纳德家附近偷窥，正巧碰到两人出门，德拉克撞到信箱，当场去世。厨师懵逼了，为什么一走出大楼就死了呀？难道他其实真的很弱？不，绝对没有这种可能。厨师恍然大悟，他一定是知道有人在监视他，才故意装作很弱的样子。好重的心机呀！他居然连日常活动都如此谨慎提防，换成别人肯定就被骗过去了。但他可是精英中的精英。厨师继续实施追踪，于是接下来他就欣赏到了杂鱼吸血鬼的100种死法：被狗吓到死了，被大妈强暴死了，发传单不给他气死了。厨师的思想再次低化。德拉克面对城里人都会装弱，难道说他的目标是掌握整座城市？可恶的吸血鬼居然如此狡猾！突然德拉克从他的监视范围中消失了，厨师四处寻找，发现德拉克被一群小学生缠上，因为对方讲话太受伤又死掉了。居然连小孩子都要装弱，难道是他不想让小孩子受自己强大的力量所伤？天哪，这也太亚萨西了吧！吸血鬼的心中居然还有爱的存在，少女啊，什么都脑补只会害了你呀！就在厨师一看不能窥见德拉克真正力量的时候，一只低等吸血鬼大蚊子突然出现。厨师下意识想要清除，但又转念一想，这正是见识到德拉克实力的好机会啊！随后他就见识到了德拉克大惊失色，夺路而逃，慌不择路，垂死挣扎，求恩格挡，最后还是卢恩英雄救鬼，一苍蝇拍拍死了大蚊子，也顺便拍死了德拉克。回想起自己之前种种低化的猜测，厨师流下了羞耻的眼泪。笨蛋竟然是他自己，德拉克只是个单纯的废物而已。让他回到警察局，就被队长告知上头批准了他的提议。从此以后，德拉克就由他去负责监视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经过铁处女中心的辛酸写作，《罗纳德战记》第2季终于出版了。罗纳德准备去猎人公会里宣传一下，顺便带德拉克去打个照面。说是猎人公会吧，其实就是一间酒吧，猎人们也打扮的什么风格都有。有猎人问德拉克和猎人合作，不就是在杀害同伴吗？但是对于德拉克来说，只有血族才是自己的同伴，而他们血族都认为应当维护人类社会的运作，因此击倒对人类造成危害的低等吸血鬼或愚蠢的同胞，正是他所期望的。罗纳德毫不留情地给了德拉克一手刀，让他在自己办完事之前都乖乖地死在一边。德拉克到处找猎人搭讪，没想到吸血鬼调教师西尼亚对德拉克一见钟情，德拉克吓得当场化灰，然而这个变态居然连灰都不放过。吸血鬼调教师你听说过吗？就是把吸血鬼绑架之后调教成各种形状的猎人。罗纳德把德拉克送给了调教师，他早就受够当德拉克的保姆了，赶紧接受西尼亚的疼爱吧。随便拆散人家搭档确实不太好，猎人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工会长牵头举办了一场德拉克争夺赛，用5局3胜的方式决定德拉克的归属权。比赛项目由双方轮流决定。罗纳德迫不及待想要甩掉德拉克这个累赘，第一局白手腕演都不演就故意输给了西尼亚。德拉克完全不想被调教，他说什么都得想办法自救，于是凑到求恩耳边一阵耳语。第2局比扑克，德拉克指挥求恩换走了罗纳德手里的烂牌，却没想到西尼亚本身就有一副好牌。第2局还是西尼亚胜，只要再输1局他就能摆脱德拉克了。偏偏这个时候福坚先生打来电话，罗纳德战绩和吸血鬼搭档的故事很受好评，所以他建议将德拉克搭档驱逐吸血鬼改成故事的主轴。罗纳德汗如雨下，要是这个时候把德拉克让给了西尼亚，他非要被福坚先生分尸不可。于是等罗纳德接完电话回来，气势已经完全变了。第3局毫不犹豫赌上了自己最擅长的射击。比赛开始后，所有的子弹都在瞬间命中靶心，总算扳回了1局。见罗纳德认真起来，西尼亚也不甘示弱，第4局玩起了成人扭扭乐。于是店里的猎人们就看2个大男人以各种不堪入目的姿势在摊子上扭曲着。对福坚先生的恐惧能战胜一切，为了不再被关进铁处女里，罗纳德奋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。最后1局，两人决定来一场公平的比赛。于是罗纳德指着德拉克的骨灰说，来玩倒棒的游戏。为了防止德拉克作弊，罗纳德直接插了十字架进去，可谓是心狠手辣。最终经过一阵激烈的角逐，罗纳德获得了最终的胜利。西尼亚大受感动，罗纳德为了留住德拉克，居然不惜做到这种地步，简直让他怦然心动啊！没错，西尼亚移情别恋，爱上了罗纳德。某天上班，一只长得异常抽象的妖怪来到罗纳德的事务所，而这只像是大象、蝴蝶和蜥蜴杂交生的生物，居然也是一只吸血鬼。
它的名字很长，我们简称为奇怪生物。奇怪生物有能变成任何模样的能力，但问题是它无法好好控制能力，所以来找和吸血鬼搭档的罗纳德，希望能得到改善的方法。在吸血鬼拥有的超自然能力中，变身能力也是相当复杂的一种，变身失败变成怪东西，或者变不回来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罗纳德本来不打算帮忙，毕竟他无法保证奇怪生物不会用这个能力去作恶。结果奇怪生物的能力突然失控，越变越怪，越变越猎奇，这东西就是给小亮看，他也鉴定不明白呀。原来只要想到色色的事情，奇怪生物的能力就会失控，放着不管实在太危险，要是被人当成水猴子就不好了。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就是不想色色的事让他自己软掉。你们聊的话题是越来越不过审了呀。为了让奇怪生物软掉，德拉克不惜贡献出了自己的裸体，多少起了一点作用，但只是预料之中的皮包骨，没什么惊人的冲击感，气得德拉克说什么都要给他一巴掌。罗纳德提议转移注意力，比如看一些可爱的小动物，结果奇怪动物心都脏透了，不管说什么都能联想到色色。而经过观察，德拉克终于明白了，从刚开始奇怪生物都是因为一些小知识和联想到的不可开交，明明是个色鬼，却说不出一点经验之谈，说明他只是一个整天只会妄想却毫无经验的晚熟男呐。要是想用这种人妄想软掉并加以控制，就和要国中男生大彻大悟一样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所以他现在缺乏的其实是对于性方面的适应和抗性。罗纳德毫不犹豫地搬出了自己的多年珍藏，接招吧，色色冲击大法！这会口嗨的男高中生哪见过这种场面，当场大脑宕机，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，CPU 都差点干烧了。以惊人的速度吸收完之后，他获得了暗箱的满足感，也就是俗称的闲置时刻。而就在奇怪生物大彻大悟，没有那种世俗欲望，准备变回本体时，听说有恶心生物入侵的厨师推门而入，随后就目睹了满地的色情杂志和一只奇怪的生物，不出意外的被揍了一顿呢。吸血鬼要吸食活人的血液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招待人类来自己的城堡，而招待客人时最重要的就是美味的料理。所以自古以来，吸血鬼都非常擅长料理，连德拉克也不例外。秋天书店给罗纳德寄来了一箱蔬菜，结果打开一看，是一堆蠕动的吸血鬼化蔬菜。这种蔬菜不能直接丢掉，而是要联系吸血鬼研究所来处理。但如果那样的话，他就会因为处理不好吸血鬼蔬菜而被痛骂。德拉克提他们来吃吃看，虽然烹饪过程非常猎奇，但做出来的成品却意外的正常。而他吃完之后，罗纳德和裘恩当场升天，倒不是德拉克料理的问题，而是那些蔬菜本身就又酸又臭的很难吃了。吸血鬼化的蔬菜会将变异传染给他们的蔬菜，一个不注意，厨房就全被吸血鬼蔬菜占领了。罗纳德准备冲进衣柜拿去除低等吸血鬼的驱鬼剂，却没想到衣柜面前出现了一只芹菜怪。正义勇猛的吸血鬼猎人罗纳德最害怕的东西就是芹菜。罗纳德说什么也不要在厨房待了。裘恩不小心被大白菜吸了血，血让蔬菜的力量得到了增幅。罗纳德只好一咬牙使出杀手锏，他将家里的大蒜撒进蔬菜堆里。不管什么吸血鬼最怕的就是大蒜。吸血鬼回到大蒜，瞬间就驱除了其他的蔬菜，当然也包括罗纳德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吸血鬼回到大蒜又该怎么办？最后罗纳德还是给研究所打了电话，不出所料被狠狠骂了一顿。吸血鬼对策科又找来德拉克，不过这次来的人不是厨师，而是对策科的半吸血鬼半田。半吸血鬼是人类和吸血鬼的混血，具有探查吸血鬼的能力。半田和罗纳德一直不对付，虽然名义上是要对德拉克进行审查，但半田知道罗纳德之后，就开始翻箱倒柜四处搜查，而且这个人也很实诚，直言自己是借着审查的名义过来找罗纳德把柄的。他和罗纳德是仇敌，因为罗纳德对他母亲做了不可饶恕的事。他的母亲原本是个高贵的吸血鬼，结果因为迷上罗纳德而成了罗纳德的粉丝，而他和罗纳德是高中同学。你能想象自己的妈妈对着同学监督的样子吗？所以半天发誓要把罗纳德的丢脸一面公之于众，让他社会性死亡，以达到让妈妈清醒过来的目的。半天以限量款游戏威逼利诱，让德拉克说出罗纳德的弱点。没办法，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德拉克暴露了罗纳德讨厌芹菜，喜欢欧派。结果这种常识半天早就知道了。罗纳德战绩的每一页都被他仔细标注过，本以为血海深仇，没想到是粉圈之争。半天迫切需要一些有冲击性的丑闻。德拉克突然想起来，在谈话前罗纳德说要去整理东西，而这个家一直都是他在打扫。难道罗纳德有什么必须要藏起来的东西吗？为了找出罗纳德藏起来的东西，两个人开始在客厅里上蹿下跳。德拉克还特意安排裘恩去被罗纳德送饭拖延住他，他们则想办法打开上锁的衣柜。毫不知情的罗纳德还以为裘恩是来安慰他的，求学善良的小心灵遭到了极大的谴责。德拉克让半田杀了他，他好化成灰钻进衣柜。一番操作后，还真让他找到了罗纳德藏起来的秘密。半田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，揭穿罗纳德丑陋的一面。结果那东西居然是半田妈妈寄给罗纳德的粉丝信。罗纳德就是怕半田看了之后大受打击才藏起来的。半田血泪横流，破窗而出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之后对策科接到了罗纳德的电话，要求他们赔偿窗户的维修费。